中国能够轻松地摧毁美国航母，美军的专家公开质疑，他们真该好好补课了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延少。最近，中国媒体公布了人工智能技术在卫星上的应用，让光学卫星有了实时跟踪航母的能力。这还只是商业卫星的水平，如果考虑到中国军用卫星的强大实力，再加上解放军列装的反舰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，美国人开始担心中国军队已经有了能够轻松摧毁美军航母的能力。不过，有几位美国的退役海军官员表示不服，在美国海军现役及预备役服役了长达21年的资深水面作战官赛顿表示，兰德智库国防研究员何天木所说的，因为中国卫星技术获得突破，恐怕会让美军的航母在台海战争中毫无用处。此人指出，解放军若想达成这一目标，还必须考虑卫星追踪能力、杀伤链稳定性、移动目标攻击能力、打击群防卫能力等4大关键。赛顿说，光学卫星要追踪航母，会被夜晚、云层等光线条件严重干扰。就算中国卫星能够持续的探测、识别以追踪美军的航母，目标数据仍需透过地面接收站、导弹发射单位等分别属于不同组织的设备与网络，才能够协助反舰弹道导弹精确的击中目标。这类杀伤链体系在战时还会遭遇到网络与电子弹攻击的干扰。在中国的反舰弹道导弹发射以后，要命中航空母舰，可能还要在空中飞行25分钟左右。此时，航母会移动24公里或者更远。导弹如何持续获得航母目标数据，也是一个考验。最后，反舰弹道导弹飞到了航母打击群上空，美军还可以用标准6导弹对他们进行拦截，让航母实施不规则的机动航行，并发射干扰弹等等。这位美国前军官认为，中国的反舰弹道导弹在末端以高超音速飞行，会在极高温的环境下工作，因此稳定性也面临挑战。从赛顿的言论我们可以看出，他是一位技术功底比较深厚的职业军人，但是想因此而否定中国的反舰弹道导弹打航母神功，恐怕还差点意思。说白了，他的观念已经落后了，该补课了。首先，中国反航母作战的区域指的是中国家门口，在这里，中国掌握航母位置的办法不仅仅只有卫星，还有无侦8这样的超音速无人侦察机、战斗机、潜艇、水面舰艇等等。不说别的平台，单就是侦察卫星也将具备这一能力，因为中国不光有光学卫星，还有雷达卫星和红外卫星。在战争时期，中国还可以快速的补射卫星，以获得关键区域的目标信息。航母作为超大型的作战平台，其移动速度呢又相对很低，它的目标位置在中国军队面前可以说已经是透明的了。其次，中国打航母的信息链主要依托于卫星通讯、陆地上的光纤通讯和飞机上的电磁信号通讯，其中以陆上为主的通讯网络是几乎不可能被干扰的。也就是说，相比于美军的信息链，中国军队的信息链在抗干扰能力方面要强大得多。一旦目标信息被传送给地面指挥站，美军航母的目标就会被持续锁定，打击窗口也因此而到来。最后，中国在研制弹道导弹的末端制导技术上已经花了几十年的时间，无论是雷达制导、红外制导，还是其他的制导方式，都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，这是美军无法想象的。未来，中国的主流反舰导弹是采用雷达制导，还是红外制导，或者是复合制导的方式，从而让美军的末端干扰失去意义。所以，美国航母最安全的办法不是想着如何躲避反舰弹道导弹，而是如何避免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。
中国为打航母已经准备了几十年，也为美军演示过几次实弹打靶。美军的高层可以说早已经领教过中国反舰弹道导弹的厉害了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